大家好，我是苹果妹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 iPad Pro 2021 11寸。那我这一次呢，买的是银色的，然后配的是128GB。那这个在售价的部分呢，台币现在是定在24900元，美金的话是799美金。我真的超级兴奋的，因为这个呢，其实是我第一台个人的 iPad， 距离上一次用 iPad 应该有10年以上哦。因为以前用 iPad 是很小很小的时候，然后家里有一台共用的 iPad，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这一台 iPad Pro 的到来。那现在呢，因为这个台湾还没有开卖，所以我们是请香港的代购买的。那它的名字是中港艾伦。而且我其实原本非常冲动的想要买12.9寸，因为这一次只有12.9寸才有 Mini LED 的萤幕嘛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一边来开箱，然后一边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一次呢选了11寸而不是12.9寸。那等一下我开箱的时候呢，可能会一直发出惊叹声，因为毕竟这是我第一台 iPad 嘛。可是大家应该见怪不怪了吧？然后另外呢，我们今天还会开箱 Apple Pencil 第2代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箱吧。这边呢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，就是其实这个 iPad Pro 已经被苹果爹开箱过一次了，但是因为他这个人有3C 强迫症，他有一种超能力，就是他可以把所有开箱过的3C 产品原封不动的包装回去。就像这种已经拆开过的包装，就是它还可以装回去，真的超强的，有没有？像我就是那种完全破坏式的开箱法。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，哦天哪，真的太娇贵了。拿着它都有一种很担心的感觉，就是很怕它摔下去。然后这边呢也是按照它的包装，就是这样撕开就可以了。当当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iPad Pro 11寸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。然后我的手因为算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在我手上，刚好呢。大家看到这个银色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，虽然说它的外形跟去年是没有差啦，这银色真的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它很薄，非常的薄，然后因为我的壳还没有到货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拿这个 iPhone 12 Pro Max 来比一下大小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然后一打开呢，我的 iPhone 就出现了这个画面，可以直接用 iPhone 来设定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现在它出现了这个圆球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可以直接拿手机来扫这个圆球，它就会直接开始设定了。那这一次这个11寸啊，它的外形是几乎没有变动的。然后这一次比较大的变动，大概就是它的 M1 晶片，还有它的前置萤幕嘛。这一次是1200万画素，然后有超广角。那现在我的 Apple ID 已经设定好了，它就让我选择我的回复模式。那因为这是我第一台新的 iPad， 所以呢，就是我这边也不用传送资料什么的，所以就选最后一个。那最后一个选项就是不传送 App 跟资料。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其实这一次的这个 M1 晶片呢，之前已经看过很多次了，像是去年的 Mac 系列啊，还有 iPad Air 都是用 M1 嘛。这个 M1 晶片就等于是在电脑上或行动装置上面都可以使用嘛。那之后发挥空间就变得越来越大了，像是电脑就可以开始向下相容，就可以开始使用 iPad OS 或者是 iOS 的程式。那同理呢，像 iPad 或者是 iPhone 这种行动装置也可以开始慢慢的使用 Mac OS的程式。但是呢，有能力归有能力，这个牙膏还是要慢慢挤的。毕竟这个晶片已经在市场上面横甩对手几个大街了，所以当然要狠狠的先炸一波再说啊。那我们现在先来拆一下那个 Apple Pencil 第2代。好，那一样这个呢是我第一支 Apple Pencil， 我打算拿来画我的封面，然后设计一些贴图啊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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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所以正如大家所见的，其实我接下来并没有打算购入那个巧控键盘，因为我已经有 MacBook Pro 了嘛。同时呢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不选12.9寸的原因，因为这个 iPad Pro 它定位就是要让我手持用的，所以它很轻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要怎么使用呢？这个 Apple Pencil 要怎么使用？这是我第一次用 Apple Pencil， 然后我才知道说它配对是要吸在上面，然后吸在上面它就会马上出现一个那个 Apple Pencil 的动画，
那你就可以开始设定这样子。那我现在讲一下为什么我不选12.9寸，就是那个时候春季发表会刚看完，我就想说我一定要买12.9寸的 iPad Pro，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点被洗脑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就一直吹那个荧幕多厉害啊，巴拉巴拉，我就想说天哪，我一定要试试看那个荧幕，所以就很冲动的订了一个12.9寸，而且还是256GB 哦，然后那个时候价钱是好像35000左右吧。结果后来缺货，然后可能要等到6、7月才拿得到。我就想说，那是不是应该要换成11寸？因为11寸马上就有了。然后到这个时候呢，我才开始冷静下来。我就想说，我真的会用得到12.9寸吗？因为它真的非常大台。接着我的理智就回来，我就开始思考说，我到底要拿这个 iPad Pro 来做什么事情？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会拿来做我的影片封面，然后会做一些简单的插画或者是贴图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拿来当娱乐机嘛，就是我会看影片啊，或者玩一些小游戏之类的。然后第三个我可能会拿来做语言学习。然后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就上网去查评论，然后所有的人都说，如果你今天是要画画的话，你就买12.9寸，绝对不会后悔。但是老实说呢，我画画也不是真的很专业，或者是一天到晚在画画这样，所以我买12.9寸最后一定会因为太重，然后就放在旁边生灰尘，所以轻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而且这两个机种差了10000块哦。然后再来是容量的部分，我为什么会选最小的128GB 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的手机其实就已经是128GB 了，然后我觉得蛮够用的，因为我照片什么的其实都会存到别的地方，然后何况是我 iPad Pro 其实不会拿来剪片啊，或是拍照之类的。反正呢就先试看看哦，如果不够的话，以后要换别台就知道说要买大一点的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测试看看它的前置镜头好了，因为这一次听说它的前置镜头非常的厉害。我们要到那个 FaceTime 里面，我先萤幕录制，就是它这一次有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对焦的功能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玩玩看。天哪，好恐怖哦！它在动哎，就是我走到哪里，它就开始对着我的脸这样子。然后这次因为有超广角，我觉得这个功能对电话会议来说非常的实用。如果可以把它拿来拍影片的话，会更强。就是以后啊，你就在家里就是介绍什么东西，你就到处走来走去，或者你做菜什么的，有时候你一动啊，那个对焦就会失焦这样子。那如果你有这个功能来拍影片的话，真的会非常的实用，逃不掉哎，真的是逃不掉哎。那可能有一些人会在这个 iPad Pro 跟 iPad Air 之间无法抉择嘛？那为什么我不选 Air 呢？因为有些人讲说120Hz 真的用过会回不去，然后用起来很爽，而且价格其实没有差很多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现在 Air 啊只有64GB 跟256GB 这两个容量的大小，然后分别是18900跟23900嘛。但是64GB 对我来说又太小，然后对大部分人来说应该也是太小，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选256。然后如果我自己要买的话，应该也是买256GB。那这个 Pro 11寸的价格呢？刚才讲过128GB 是24900嘛，然后再下一个容量是256GB， 价格是28000。所以像我自己觉得我128GB 够用的人呢，当然会选 Pro 吧，因为它就是比较能力比较强吧。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 M1 其实是效能过剩啦。所以在 Air 跟 Pro 之间呢，还是老话一句，要看你的需求。那像我刚才讲，你可能要去衡量一下你的容量的需求，因为像 Air 就没有128GB 嘛。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个容量，然后又预算不足的话，就选 Air。然后至于这个 iPad Pro 的性能呢，可能要等我使用一阵子才能来跟大家分享。应该是不太有可能会把它拿来剪片啊，因为我已经在 MacBook 上面已经剪习惯了嘛。如果要换到 iPad Pro 上面的话，可能要适应一阵子，而且剪出来的品质可能就没有像我在 MacBook 上面剪出来那么好。我是说我的技术。那以后像 Final Cut Pro， 如果他们在 iPad OS 上面有优化成功的话，以后就可以带出去剪也没问题。那如果那天到来的话，我相信之后剪片应该会变得又更方便，就是你完全不用带电脑出门，你只要带 iPad 就可以了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关于我不买12.9寸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我觉得12.9它真的有一点像是电脑萤幕的感觉，就是那么重一台，其实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把它摆在桌上吧。那对我来说可能就跟电脑没有什么两样，只是它有的时候可以拿起来，但是你拿起来又一定要用双手，因为你用一只手的话一定会酸嘛。因为像我现在拿这个11寸久了，其实就已经开始酸了。然后后来也想了一下，那个萤幕我真的看得出差别吗？我觉得我应该看不出差别。然后今天这开箱，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我真的非常喜欢它，就是我觉得它的大小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刚好，完全不后悔选了11寸。然后我现在还是很不习惯它的萤幕锁在右上角，
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简单的 iPad Pro 开箱就到这边。之后呢，我使用一阵子，然后有一些心得再来跟大家分享。或者是如果你有想要看什么 iPad Pro 相关的主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讲哦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苹果妹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